大家对这台主机应该不感到陌生吧？没错，这是我去年组建的第一台 ITS 电脑，使用的是 Ryzen 53600和 ROG B450i， 外加1070的显卡。不过1年多过去了，由于当时我就只有这一块 ITS 主板，因此每一次测 ITS 机箱，我都得进行整个主机的搬家工作。这段时间下来，我已经更换了无数次的机箱，中间也已经升级到了8核心的 3700S 以及最新的 RTX 3060显卡。虽然我的工作室有一台 5900S 加3080的主力机，不过如今我在工作室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在进行硬件测试以及硬件的拍摄，能够好好的进行视频剪辑的时间是真的少之又少，反而绝大部分的视频剪辑都是在家里的电脑进行的。虽然 3700S 是一颗8核心处理器，用来处理剪辑工作，性能也不在话下，不过对于像我之前已经用惯 5900S 的人，自然会有一点用的不是很爽，所以这一次要给家中的这台电脑进行升级了。这一次的升级除了是更换更好的处理器之外，我也从原本的 ITS 平台更换到了 ATS 平台，原因是 ITS 平台的扩展性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之前 B450i 只能支持一条全速的 PCIe 3.0 SSD， 想要再加装是肯定没门的。再来，我是每周 YouTube 直播都是在家中进行，目前用着的是外接采集卡，不过我也考虑想要在之后升级 PCIe 的内置采集卡。而 ITS 平台主机同样无法胜任如此的升级。最后是 B450i 的 USB 接口数量是真的有点少，而且也不提供 Type-C 接口，这也让我原本的一些原生自带 Type-C 接口的设备难以使用。了解了这一次要升级的目标，来和各位介绍这一次升级主机的整体搭配。首先，处理器我是升级到了 AMD Ryzen 9 3950S， 是 AM4 平台里 Zen 2架构里最顶级的处理器了。16核32线程，单核睿频最高是 4.7 GHz， 在开启自动 PBO 下可以到全核心 3.9 GHz。之所以是选择 3950S 而没选择新一代的 5900S 和 5950S， 主要是这一颗 3950S 我是以全新盒装2000级购买到的。这相比起如今还是稍微有一些溢价的 5900S 和 5950S 来说，真的相当不行了。据卖家所说，这颗 3950S 去年就一直堵在店家的仓库中卖不出去，而目前店家需要现金周转，所以才亏本卖出来的。看了一下生产日期，确实不是近期的生产日期，不过盒子是完好封存的。我之后也把序列号让我认识的 AMD 代理查了一下，确实是来自马来西亚总代的库存，而且也真的是2020年就已经发给卖家了。虽然说 3950S 采用上一代的 Zen 2架构，不过在多核性能中，16核心的规格还是比 Zen 3架构的12核心的 5900S 更加好，这也是我最终选择它的原因。之前就有说过会更换到 ATS 平台，而这一次搭配的主板就是前段时间入镜次数非常多的华硕 ROG Strix B550A Gaming。这块主板之前也有单独做过一期介绍，基本用料和做工都不差，缺点就是没有自带无线 WiFi， 前置 Type-C 接口以及眼睛并不会发光。作为一个视频工作者，理论上我应该是选择 S570 主板才对的，但最终选择这块 B550A， 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本身很早就有了这块主板，加上我打算更换一片全新主板作为日常节目的测试用途。考虑到 B550A 可以通过加装 PCIe 无线网卡，以及拥有雷电3接口扩展卡的额外扩展性能，加上这块主板本身售价就不高，并且还是自带银白色装甲，和我原有的索泰3060 AMP 白色版非常的般配。于是我也决定将这次的主机打造一台全白色的主题。机体内存采用的是10圈 T-Force 跳打 RGB 白色版，4根 8GB DDR4 3200MHz 直接插满4个记忆体内存插槽。选择这款主要是带白色，而且显示的白光也比较匹配其他的灯光设备。当然最主要是这4个我很早就有了，于是就干脆在这个时候直接用上。硬盘我选择了之前从西捷纳嫖来的 Firecutta 520 1TB， 是 PCIe 4.0 程式协议，读写速度最大为 5G 每秒和 4.4G 每秒。之前也有做过一期分享，有意思想要了解的也能去看一看。
虽然速度比不上目前7G 每秒的 SM850和980 Pro， 不过毕竟是嫖回来的，于是就不自己花钱购买了。B550A 所有的 M.2 插槽都自带大面积的银白色散热片，因此也不用在意 SSD 的外观是不是白色的了。显卡使用的是索泰 RTX 3060AMP 白色版双风扇，双八边供电纯白外壳加上自带的白色灯光，非常符合这一次的白色主题。另外，之所以是只用3060，也是因为这一台电脑绝大部分场景都在进行视频剪辑，游戏的部分我自己也只玩 Dota 的一款游戏，所以3060也算是能够满足自己目前的使用需求了，不需要强行使用更高阶的显卡。电源我选择一直在使用的全汉 MS600G 金牌600瓦全模组 SFS 电源，虽然电源是黑色的，不过是全模组电源，所以24宾和双八宾线材我特别定制了白色编织线，来符合这次的装机主题。其实我是打算借此机会更换其他的电源，款式也已经决定了，是海运即将发售的 HA650 白色版。可是 HA650 白色版迟迟都还没发售，于是就只能暂时用着 MS600G。等 HA650 到手了再进行更换好了。散热器采用的是 ID Cooling Overflow S240 雪白版，这也是我手上现有唯一一款白色240水冷。虽然白色的一体式水冷我也有匿名的 FN360S， 但是因为选择的机箱无法安装，因此只能选择240规格的白色一体式水冷。机箱呢，这一次则是使用的联列的 O11D Mini 雪白版，这机箱早在之前原本就要给各位进行评测的，但我拿到机箱的时间有点晚，加上网络上已经有非常多人的评测视频了，于是我最终就放弃了。而原本我购买的是银白色的款式，但在我购买它的时候，联力就推出了雪白版的款式了。好在之后有朋友刚好也想要购买 O11D Mini， 于是就请他购买了这个雪白版来和我替换，最终才算是完整了白色主题的安装。最后我也通过一名粉丝的赞助拿到了9把联力白色版积木风扇，用来替换水冷的风扇以及装满在机箱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积木风扇主题。到这里好像一切都非常的顺利，不过仔细观看的朋友就会发现，用240水冷来压 3950S 好像有一点点的压力，特别是我还不喜欢将风扇开到全速的状态。虽然 ID Cooling 的水冷性能其实也不差，但毕竟还是240规格，加上风扇打算控制在一个恒定并且噪音可接受的转速，要拿来压制16核心的处理器，终究还是得花点巧思。于是我用上了顶级的散热硅脂，所使用的硅脂是 King 并 KPS 服务器级别的散热硅脂，据说是市面上最顶级的零售散热硅脂了。不过到底是不是也真的不好说了。具体散热硅脂性能的测试其实也不太好控制，所以只要这次240水冷能压制得好，我就不管了。另外，由于是采用侧面束装的240水冷，我在冷排的另一侧也加装了2把 RT P12 白色板，用来加强冷排的散热。P12 本身的噪音就非常的低，加上风量也不差，符合了我拿来做夹汉堡冷排的风扇选择。最后，因为主板没有自带无线 WiFi， 我也在淘宝上购买了这个联通蓝牙 5.0 的 WiFi 6无线网卡，但自带的散热片是亮红色的，感觉一块红色放在机箱内是有点突兀的感觉。于是我就直接把这个散热片给喷上白色的漆，这下就符合了我的装机主题了。装好了整个机子，就来亮机看看吧。整个白色的样子看起来格外的清爽，而且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也知道我挺喜欢玩 Dota 2的。我也在显卡下方加装了这个 Dota 2的透明亚克力带 ARGB 灯光同步的显卡支撑架。当然机子点亮了还是要进行一定的调教。在这里我使用了 CTR 2.1 来进行了降压超频，最终调教出来了 4.55 GHz 的 PS 模式、4.4 GHz 的 P2 模式以及 4.3 GHz 的 P1 模式。随后我也进行了 Cinebench R23 的跑分，
在进行降压超频后，这个 3950S 在多核分数可以来到25000分以上的大关。虽然单核分数比不上如今的 Zen 3架构处理器，但对比同样来自 Zen 2架构也好上了不少。另外，在进行 Cinebench R23 多核跑分中，这个 3950S 可以压制在79度左右，表现相当良好。而且这还是我将所有积木风扇都控制在1100 RPM 转速下的表现。记忆体内存的表现，由于受到了4根记忆体内存并插的影响，加上4根记忆体内存分别来自2个不同的批次，所搭配的颗粒也完全不相同，所以只能以 SMP3200 MHz C16的状态下稳定运行。好在我所使用的场景对于记忆体内存的频率并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就将计就计好了。最终在我的常用使用场景下，这个 3950S 是可以非常稳定运行的，不论是修图、导图还是视频剪辑，16核心的处理器运行起来完全没什么压力，这样我就能够同时进行剪辑以及其他的工作处理了。游戏的表现毕竟不是采用高端显卡，实际运行起来只要稳定不卡顿就行了。反正 Dota 2对于硬件的要求也不高，这一点倒是和之前的 3700S 甚至是更久远的 3600S 没太明显的差异感。倒是 3950S 的频率表现可以常驻运行在 CTR 2.1 P2 模式的 4.4 GHz， 对于一个16核心的 3950S 来说表现非常不错了。总算是完成了这一次的主机升级了，而我之后也打算升级一下显示器和桌面，让整个使用体验可以更加的完善一些。这一次的主机升级有一些硬件选择可能和常规的游戏玩家会有所不同，比如我是选择了16核心的 3950S， 搭配了相对甜品级别的 RTX 3060。不过打算以多媒体工作为目的的装机建议，倒是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一次的选择配置。处理器的部分可以考虑 S299 的洋垃圾，目前 7960S 闪片最便宜在淘宝上可以以1500零吉左右买到，同样是16核心，比起我这个 3950S 还是稍微便宜一些的。更不用说 3950S 的正常价格远不止我所购买的价格。不过 S299 的主板就没有 B550 主板那么便宜了，目前收到最便宜靠谱的 S299 主板也要在1270零吉左右，对比这一套 3950S 和 B550A 的组合来说，基本是同一个价格。虽然说 S299 平台有更好的扩展性以及更多的 PCIe 通道，但是功耗和发热又是另一个需要去折腾的东西，比如必须进行额外的大幅度超频，以及给处理器开 T1 液晶导热，都是需要折腾，而且相对比较容易翻车。因此在价格稳定性以及靠谱这部分，我选择了这一套 3950S 和 B550 的主板组合。对于找不到优惠的价格入手全新的平台，而且也不敢尝试折腾洋垃圾的用户，可以参考 Intel 的10代10900。日前淘宝上售卖的闪片价格是在1430零吉左右，本地盒装的价格是在1799零吉左右。虽然10900本身并不能超频，但毕竟是拥有10核心的规格，只需要搭配目前全新的 B560 主板就能够安心使用。加上不带 K 的处理器本身的发热也比较好控制，不太需要依赖强劲和昂贵的散热器，也是有一定的性价比。另外，如果你不是很懂得要怎么组建一台合适自己的电脑，也欢迎到我的 Discord 群组内来和我拿报价单，我会以相对较为合适的方式给出建议和报价。而且如果配置内容有趣的话，说不定我还会拿来制作一期节目呢。不过由于今年的硬件价格实在是不稳定，我是得花时间和渠道商拿价格再整理出来。所以如果并不是要找我组件，而是需要配置建议，那么可以到 Discord 群组内的电脑配置建议来询问，里头会有其他大佬针对目前市场的价格给出合适的建议选项。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全部内容了。觉得这期影片不错，也请点赞、留言以及分享支持一下。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每个周末都会有直播和各位聊科技，每个月也都会有付费会员的抽奖活动和专属直播。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我是 Kenny，我们下期影片见。